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9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7月18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1.09，收盘价是249.23，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57.14，最低价是在247.20。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10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107 亿股，较前一个交易日略有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不变。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下行的走势中。MACD 双线是继续合拢，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微小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7月18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涨和止跌信号 K 线之后的横盘中。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开盘之后，股价是一度站上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上方是在前高附近，也就是在258附近是遇到了压力，然后股价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么最后收盘价是收在了当日 K 线的低部，那也就是说又回到了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的下方。那么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根 K 线既没有出现新高，也没有出现新低，我们指的是较前一个交易日来说的。那么最后成交量呈现的是量缩。那出现这样的 K 线呢，我们说目前这根 K 线依然说明股价在上涨的过程当中是有很大的压力的。那么同时在上方，当然我们说仍然是有空头力量的进入，所以继续生成这样一根含有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成交量缩，那么将预示着股价日后将继续下行。那么我们再来看看 K 线的线型。那这个 K 线的线型它依然是和前一个交易日一样，依然是一个倒垂线。那倒垂线呢，它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如果处在高位的话，那么这也预示着日后股价将会出现下行。那么说目前股价反弹的可能，那么它是有条件的，也就是日后新生成的 K 线，也就是收盘价不能跌破这根倒垂线的最低，也就是247，然后呢日后的 K 线能够站上这根倒垂线的最高，也就是257，这样才会瓦解这样一个就是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那么股价才有继续反弹的可能。否则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如果继续横盘出现含有长上影线的 K 线呢，那我们说股价很有可能，如果没有多头力量介入的话，那么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下行的。好，那这是我们对这个 K 线信息的解读。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讯我们对7月1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37或者在235附近，当然它是有条件的。那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52附近。实际在7月18日收盘价是在249.23，我们说是较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出现了一个小幅反弹，或者说叫横盘向上。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不仅在这个点位上相差较多，
同时性质也是不同，因为我们预测如果收盘在252是重新站上5日均线值的，而实际上收盘价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这是不同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说相同的地方就是当日的走势和新生成的线型与我们预测的完全一致，也就是继续在这个位置生成不超过前高也不跌破前低的，继续生成一根倒垂线，然后呢，成交量继续是量缩。所以在这方面的预测呢，这方面的信息呢，和我们预测的是完全相同的。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前视讯对股价预测的一个回顾。那么我们刚刚说从K 线信息来说，还是从目前的这样一个连续出现含有上影线的 K 线，一直是出现变盘的信号 K 线，都将预示着股价会下行。所以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对于7月19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33。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的这个支撑就是这根蜻蜓线的最低246，当然还有这2根垂线的最低也就是在246到247之间，这是我们说股价在到达233之前的一个支撑。实际上我们会看到连续3个交易日都是在这个位置，股价是得到了支撑，也就是多头呢一直是在守这个位置。好，那这个位置如果我们认为说被跌破的话，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到达233的。对，那么233跌破它的目的就是上方有头低，下方还差低，也就是跌破它之后，那么股价将会确认自7月11日以来的空头趋势。那么对，跌破这个位置之后，那么股价接下来就是会到达接下来的目标是177。那我们会看到实际上在7月19日我们测算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现在已经能够到达230这个位置。实际上我们说目前这第一个目标既是股价下行的目标，同时它在近几个交易日将会成为强支撑，因为20日均线值已经跟上来了。然后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缺口，然后在7月12日这个地方还有一根带有大的成交量的一根实体长绿 K 线，所以近1-2个交易日233这个位置将会成为强支撑，还有230这个位置，也就是这个缺口。好，那这个位置是股价在到达177之前的一个强支撑，然后还有一个支撑就是这条下行的趋势线。实际上在从目前一直到我们会看到一直是到应该是到8月6日那么这条下行趋势线一直是在这个缺口的范围内，所以我们说股价如果跌破了233之后继续回档，在8月6日之前，那么这个缺口这条趋势线都将成为强支撑。好，回顾一下，这条趋势线是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和接下来2个低点确认的最后一条下行趋势线，之前是数次到达这个趋势线都被压回，那么在这一波涨幅呢是首次突破了它，那么一旦回档呢，这条趋势线将会成为支撑。对，好，那这是我们说在到达177之前的2个支撑位。那177如果被跌破，将会彻底瓦解自6月11日以来的这个就是瓦解这一波涨幅所建立的多头趋势。那么接下来第2个目标，也就是第3个目标就是168，跌破168将会瓦解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一定就是139。好，那这是我们对股价下行的
说明。我们再来看股价上行，股价上行的目标也不变，依然是271，站上它将会继续自6月11日以来的多头趋势。当然也会继续自这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也就是再次出现头高。目前有一个头高了，如果再站上它，继续出现头高，那么将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多头的趋势。那在到达它之前，目前的压力位，其实这几根变盘的信号 K 线，它们的最高都是这个在股价在到达271前在股价在到达271之前的压力位，因为这几根变盘的信号 K 线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既然 K 线已经生成，那也就明确了目前空头要守的位置。所以我们会看到连续出现这样的变盘的信号 K 线，说明不但是有卖压，也就是有获利出场。那么同时还有空头力量进入，所以我们说股价一旦例如在7月19日或之后的交易日，一旦出现一个低开盘或者大幅的低开盘，那我们说一定会增加空头的信心，一定会有空头的力量进入，而推动股价下行。对，好，那除非我们说是一个高开盘。可能呢空头会继续守上方的位置。对，好，那这是我们说在到达271之前的压力位是从257，实际上还有我们再描述一遍吧。从257一直到265这几个高点都是压力，同时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也是压力。它们的范围是从249一直到253，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继续上行，上方的压力是非常多的。好，那么我们再来看，如果271能够被突破的话，前提是先要瓦解这几根变盘的信号 K 线。那271如果能够被突破，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99，实际上是300关口，这也是强压力，而且这是一个极强的压力。300关口正好是在特斯拉股价，我们操作的慢一些，特斯拉股价历史最高下跌到102这个位置，说这一波跌幅的中线，那么中线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呢，它是一个强支撑，或者叫强压力。对，那么同时我们会看到300关口如果被站上了，将会继续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因为目前这个多头趋势现在还有，但是呢要再次出现头高才能被确认。对，现在目前不利的情况下是这一波涨幅上来之后，上方已经出现了头低。对，下方如果再出现，比如说这一波回档再出现底低呢，我们说呢这一波涨幅将会被瓦解。好，这是我们延伸去说，所以我们说这一段呢，就是要强调300关口将是站上271之后的极强压力。那么再之后，第三个目标就是314仅仅是一个压力位。300关口如果被站上，目标股价上行的目标将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我们说的是目标是这个位置，不代表股价能够到达这个位置。好，那这是我们对之后股价下行和上行的一个分析说明。然后我们再回到放大这个图，回到7月19日，在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一直是246，也就是股价只要不跌破前低，在盘中，那么股价会收高。
或者会出现横盘。对，那么到了7月19日，我们要关注的是250关口这个位置，整数关口，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为什么我们要关注250整数关口呢？因为它既是一个整数关口啊，同时呢，我们说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也在这个范围之内。对，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的下限呢，也在250关口附近。所以我们说啊，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在盘中股价如果能够在250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是容易继续反弹，甚至是收高。但是如果股价在250下方运行，尤其是如果出现一个低开盘或者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这个地方遇到压力而反转向下，那么我们认为股价是很容易出现一个大幅的回档的，或者叫下行。好，所以这是在盘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50这个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55%的多头仓位，成本价是在214附近，然后最后一次加仓是在7月9日收盘价5%的加仓。那么这个仓位我们在7月17日收盘价在240，实际上盘后和盘前的位置已经到达了237附近，那么我们是给出了停利出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那么在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出场呢，这个仓位是一直会持有的。那么到了7月15日，股价跌破5日均线值，我们又给出了一次停利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也就是停利出场。如果在这个地方也没有出场，我们说在7月17日这个收盘价，我们也就是前一个交易日，我们继续给出了停利出场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好了，那么到了7月18日收盘价是在249.23，它盘中出现了反弹，然后又回到5日均线值下方，那么我们继续给出在这个位置可以在技术上可以停利出场。既然是停利出场呢，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继续加仓，或者说是初次建仓抢反弹的。对，好，那么如果说想继续持有这个仓位不想停利出场，那么到了7月19日，我们给出接下来的一个停利的位置就是233。对，然后止损的位置，我们守20均线值，守230。我们会看到20均线值现在已经上来了。那么对于现在的这个止损我们指的并不是利润，并不是亏损的那个止损，而是我们止损这个多头趋势。因为股价跌破20日均线值将会确认空头趋势，那么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所以说我们守20日均线值现在是230，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成本位214，我们仍然说止损是多头止损。对，好，那么这是我们说的多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现在应该是出现这样的现形呢，是给空头的信心在增强。我们说除非是有多头力量的介入，那么否则空头的目标现在是246和233，空头是很容易突破这两个点的。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当然空头还有一个目标，就是要跌破20日均线值。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我们会看到上方这几根 K 线的高点都是空头曾经要守的位置。由于 K 线已经生成，所以他们的要守的位置已经出现了。对，所以目前我们说多头的目标就是要突破这几个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
空头。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7月19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它们的范围是5日均线值在249到253之间，10日均线值是从251到253，是在这个范围内。第二个压力位是257到258，第三个压力位是265，第四个压力位是271。支撑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和这根蜻蜓线的最低，也就是246到247之间。第二个支撑是230，第三个支撑是第二个支撑是233，第三个支撑是230，是当日新生成的20日均线值。第四个支撑是217，是这个趋势线和当日 K 线的交点。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7月19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盘中股价最高会到达250，最低下方会到达236，然后收盘会收在237。如果最低能够到达232，那么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35附近。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或者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也就是第一个预测呢，我们和前一期视讯说的是一样的啊。好，那么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第二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有反弹的走势。如果是这样，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最高上方会到达260，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58附近。那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它的条件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好，所以我们也不排除有多头力量出现，会推动股价出现一波突破的反弹。对，那么这是我们给出两个可能，但是呢，我们也不排除股价在7月19日，也就是本周的最后交易日出现一个横盘的走势，或者叫平盘的走势，继续收盘在250附近。好，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7月19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